然前面2集都会了，但还是很多音乐听不出拍子，好挫折啊！千万别灰心，这就是过程啊！听音乐拍子入门技巧第3集节拍器的变化，我们继续来拨开音乐，看看底下还会长什么样子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元仔或是银亚，今天是这系列影片的第3集。考虑到第2集提出的拨开主旋律、拨开副旋律往底下听的技巧，需要累积许多练习，所以今天我们的内容还是以第2集的编曲分析方式，用小蜜蜂变奏编曲 Level 2来做练习，然后再简单延伸一下乐器可能会有的变化，最后再讲解一下在听歌曲舞曲去找它的拍子时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。上一集我们练习的节拍器节奏都是比较单纯的，所以这一集我们就来练习变化型。大家可以试着用身体、用呼吸、用手脚去打打看，感受看看这些变化节奏。我们一样从钢琴低音声部以及打击鼓组声部去切入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赶快开始吧。首先我们来听小蜜蜂 Level 2的完整版。这里几乎所有的声部都变奏了，连同主旋律我也不再让它第一拍就开始，所以要试着去打破小蜜蜂第一个音就是万拍的印象，去从底下的节拍器们寻找万拍的线索。那一样，我们来单独听钢琴低音声部。这边用的节奏形态一样是第1集提到的上行下行，所以一样最底下那个是万拍，只是它不是基本的一拍一拍的蹦哒哒哒，而是比较轻快雀跃半拍半拍的上蹦下跳，蹦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蹦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蹦哒哒哒哒哒哒哒。中间也会随着主旋律而有一些变化，并不是每一个小节都完全一模一样的形式。我们再感受一次。那了解钢琴低音声部的样貌之后，接下来我们一样先从只拨开主旋律的音乐来听听看。然后我们试试看完整版。从钢琴低音声部我们已经可以辨认万拍，但其实有些音乐未必可以在中间层就辨认到，可能会觉得不是很确定，所以我们还是再继续拨开，去往底下最底层的打击鼓组声部听听看。这边一样，主要用的是上行下行，只是加上长短拍的变化，咚哒哒哒哒哒哒，咚哒哒哒哒哒哒，一样中间也有时候有一些的变化。我们再听一次，来感受一下这个节奏。接下来一样试着从只拨开主旋律的音乐去寻找打击鼓组声部。
再试试看从完整版去分辨。前面我们分辨完了钢琴低音声部与打击鼓组声部，接下来我想讨论一下钢琴低音声部。一开始我们为了简单聚焦，所以重点放在钢琴低音声部上。一方面也是因为钢琴的音色是大家比较所熟知的，比较容易在茫茫音符中认出它来。那其实钢琴低音声部这一层是可以用很多不同的乐器去展现的，例如竖琴，例如吉他，也是常在歌曲里出现的。我们听听看。然后是吉他，所以当你在音乐中有听到存在这种相对规律的音型，不管它是什么乐器，竖琴、吉他、木琴、中琴、大提琴、单簧管、巴颂等等等，都是有机会从里面找到腕拍的线索的。这一集一样，我也准备了一份歌单给大家练习。那播放清单的连结也会放在影片资讯栏哦。在听歌曲、舞曲找拍子时，我会建议大家有2个不要执着：一，不要执着在前奏就找到腕拍。前奏是整首歌曲的导入，是整个故事的开头，所以它可能导入节奏，可能导入气氛，它就是非常自由，可能会有很多变化的，也许忽快忽慢，甚至拍子都不一定是固定3拍或4拍。所以如果你从前奏听不到、找不到拍子，没有办法确定的话，就继续往后找，去主歌找，去副歌找。然后从后面找到之后，再试着从头听听看，看能不能在前奏的时候有找到的感觉。那可能有，也可能没有，那就累积经验。2，不要执着在每一个小节都要找到腕拍。音乐呢，它是有很多变化的，所以不一定每个小节都会有明确一致的线索来告诉你腕拍在哪里。那你在中间遇到不确定的时候，有时候就先顺着数过去，先顺着1、2、3、4顺着数过去，那也许在后面就会有明确的线索可以对上了。如果你已经比较熟练的话，这边建议你可以再多做一个练习，你可以再试着听歌曲、舞曲的时候，用正字记号去记录前奏有几小节，主歌有几小节，那有没有过门？过门的话有几小节，然后副歌有几小节。那也许你就会从中体会到一些有趣的资讯。那这部分我们也会在下一集的时候来讨论。希望大家都能多多练习，越来越熟练，越来越有心得啦。那当然，有什么相关心得问题，都可以在留言区留言给我哦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欢迎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给我一些支持鼓励。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